我最近特别想吃冷面，但是饭店卖的要不是辣白菜不好吃，要么就是牛肉给的少，所以我买了200斤牛腱子和1000斤白菜。我打算从这4样东西入手，在家做一个豪华版的冷面套餐包。为了能做的好吃一点，我还特意买了个腌辣白菜的配方。不过配方这东西越专业它就越麻烦，就光调这个腌料就用了10几种食材，而且配方说要想腌的均匀，需要把白菜打开，每一页都抹上腌料。这事儿可真是太熬人了，这半吨白菜切完之后，现在都有3万来页。我是真没想到，就光腌辣白菜，我们就在这干了一页又一页。妈，这事儿可真是离了大谱了。然后辣白菜腌上了，就可以做酱牛肉了。我这次是以小酱姐的3高牛肉为基础，又放了好多之前攒的老汤，而且又卤泡了好长时间。现在这酱牛肉的内心都特别有滋味。然后为了吃得爽，我们切的都是这种又宽又厚的大肉片，每一包装的时候都不少于3两肉。就这个量来讲，要是胃口小的，可能面条还没等吃到嘴呢，光吃牛肉就先给干饱。然后冷面呢，因为考虑到储存的问题，我就直接买了个做干冷面的机器回来。不过我算了一下，这机器要想用回本，起码得做出2吨面。也就是说，假如我们每人每天能吃3顿冷面的话，要想回本就得连吃3年。做完这几样，我们也终于能消停歇会儿了。这520想给老嫂们选合适礼物可太费劲了。好在我发现了靠谱的抖音电商，它有闪电退货、运费险、上门取件、极速退款这些售后保障，特别可靠省心。正好618快到了，家里要想买啥的，可以点我评论区链接，或者左滑进商城品牌馆，不用犹豫，直接冲就行。然后这些辣白菜一共腌了3天，现在拿出来切件就已经非常入味了。这辣白菜真的巨好吃，但就是腌完它的器具有点难刷。我后来甚至都非常苦恼，就如果邻居恰巧看到这一幕的话，我该怎么跟他解释，他才能不报警呢？后来为了让这冷面吃的时候更香，我先炖了一锅纯牛肉汤，然后以这锅肉汤为原汤，给每一份冷面又配上了一袋酸甜口的汤包。现在每一个冷面包里都是汤面菜肉4样东西，这一袋光成本就要干到40块钱了。然后回家只需要把冷面煮开，把所有东西都倒里，再放上一点自己愿意吃的小配菜，就会得到一份在任何饭店都吃不到的顶配大冷面，而且它还是减脂餐。这等夏天大热的时候，把汤汁先冻点冰茶再拿出来，然后再配上20个羊肉串，等把所有东西都吃完了，再把这碗酸酸甜甜的冷面汤喝了。这夏天过的，我的妈呀，那真叫是一个死而无憾。我最近特别馋那种可以冷吃的红油千层肚，但是外面卖的据说好多都是拿科技泡发的，吃着也不太放心，所以我去买了400斤刚从屠宰场拿出来的鲜毛肚。我寻看看这玩意儿在家能不能做。不过有些事儿真是不干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想过收拾毛肚居然是一个这么麻烦的过程。首先也是最致命的，就是这个爹的味儿实在是太鲜亮了。尽管我们做了很多的防护措施，但这爹一拿出来我们就破防了。而且要命的是，近距离接触时间太长，吸入的答辩分子过多，就直到第2天晚上我出去买饭的时候，我感觉我跟人说话嘴里还往外飘着答辩味呢，我真是服了我。然后我本来以为给这些爹洗完了就没事了，结果后面的活更麻烦，因为现在我们只是物理上把爹洗没了，但要想让这肚完全没有异味，还得起码再洗10几遍。而且因为处理的不及时，好多黑毛肚都开始掉毛了，我们还需要把这些掉毛的黑毛肚都搓成白毛肚，然后还得摘肥油、刮底板的皴，再把它们都切成细丝儿。如果这时候肚还有异味，那需要再煮个花椒水给它们泡一下。主要最要命的是现在天热怕坏，我们干了40多个小时，基本没怎么合眼，这强度太致死了。真的就这么折腾完之后，肚洗的干不干净已经不重要了，人没没那就算是烧了高翔了。然后我本来买了10个电火锅，打算涮点毛肚吃，现在累得没心思吃了，都是没用过的，就全挂咸鱼出给大家了。家里还有2个闲置的拍立得，我一起挂上去了。这些都是5块钱一个，大家点评论区链接咸鱼搜狗送就能看到了。记得关注一下我咸鱼号，后续还会上新。你们要是不用的闲置，也可以挂上去赚点钱。然后这些毛肚稍微烫几秒，再迅速过个凉，吃的时候就会很脆了。为了吃的时候能再爽一点，我又配了好多贡菜，但是我们查了3个小时也没整明白这莴苣和贡菜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。最后决定还是眼见为实吧，等有机会去产地连轴做它500斤，估计就啥都明白了。
后来调味的时候，我们先试了好多种配方，然后又在最好吃的那个配方里，根据肚的多少确定了每种调料的黄金配比。也是因为太累了，不想给调料分装了，就都打到一个料包里了。现在每一罐里都是一个料包配上一个肚包，回家只需要给它俩拌匀，就能得到一份麻辣脆爽的红油千层肚。但是因为切的不均匀，这卖相有点一般，不过好吃是真好吃，主要芝麻和贡菜放的多，吃着又脆又香，真的特别爽。而且我还放了点麻油，它现在是越吃越麻，越吃越想吃。但我发现这玩意儿吃多了也不行，我有一天晚上吃上头了，连吃了4罐，结果直到第3天，我那俩耳朵震的还嗡嗡的，啥也听不着呢。我最近特别想吃巧乐兹，但是我从小对这玩意儿就有一个遗憾，就是里边那个巧克力棒太短了，吃着不爽。所以我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做出一款把内芯巧克力填满的巧乐兹，来解决一下这个遗憾。不过要想实现这伟大抱负啊，需要先给这加长内芯做一个定制化的硅胶模具，而且要严格的计算好长宽高的尺寸比例，这样才能确保它最后在整根的冰棍当中是处于中心位置的。但这玩意儿说着挺轻松，做它整整磨了我们4天，那真是隔行如隔山。真的，我从来没想过做模具这个行业居然这么伤肺。做好了这个碟，就可以逐层开始做冰淇淋了。最里边这个脆球，我刚开始想用爆米花机崩点高粱米，但是米花放在巧克力里实在是太抢味了，就特别像脆香米，而且火候也不太好掌握。有一代着急开盖，给我割皮鞋都烫漏了，所以这个做法直接让我给搬了。后来我发现麦丽素的做法也很适合做这个脆球，但是麻烦的是巧乐兹里的球又小又多，而且没什么批量生产的办法。也就是说，这1000根冰棍里要用到的所有小球都需要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点出来，然后放到烤箱里烤才行。我们从下午点到中午，一共点了4万多个豆。这流水线干的特别像给趣多多点巧克力豆，就是后来机械到哪怕现在让我们去趣多多工厂，那都可以跨过11期直接上岗。然后这些小脆球要和调好味的巧克力冻实才能用。这会儿正好插一波快递，前2天在得物买了几个迪士尼联名的蓝牙耳机，每个到手才不到100块钱，音质听着也不错。而且快到5·1了，这出门玩带着拍照都特别好看，主要是价格也不贵，哪怕丢路上也不心疼。链接我放评论区置顶了，打开得物还有机会抢1000元无门槛优惠券呢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然后这些内芯冻实了，就可以涂膜做雪糕层了。这个部分我参考了一下梦龙的口味配方，黄色的是香浓的大奶味，白色的是没有那么甜的香草味。而且为了多活几天，我把雪糕的包裹层也改成上下夹层了。但是现在冷冻的时间和空间是个大问题，家里5个冰箱全用上都没放下。后来我实在是没招了，我在楼上邻居家寄送了200根。最后做巧克力脆皮的时候，我放了特别多的坚果碎，但是吃的时候发现这样太香了，吃不出来冰淇淋的凉爽，所以最外层我也做成梦龙了。现在这冰淇淋虽然外表平平无奇，但里边每一层都特别饱满，尤其是这根顶天立地的内芯巧克力，这看着就特别过瘾。然后算了一下，这梦乐滋光食材成本就合到8块7一根了。我们从研究模具开始做这玩意儿，一共做了12天呢。最后正好是做满了2个冰箱，我估计以我们炫冰淇淋的速度，现在还真说不好夏天和糖尿病到底哪个先来。我最近看点兵越来越好，心里特别激动。作为一个本地老土著啊，我实在是太想在这个时候给斌子干点事儿了，所以我买了500多斤水果，我打算做1500根冰糖葫芦上大街免费给游客发去，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本地人的美食和热情。但是这1500根口号喊挺爽，做起来真是要了命。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比我想象的要复杂，就光给这160斤山楂去籽压扁，我们就干了一整天。问题越着急还越出错，那熬糖的时候一会儿熬糊了，一会儿干翻沙了。我当时心里慌的一批，我心说要是按照这个效率还想如期发放的话，那恐怕我得尽早去找几个卖糖葫芦的摊贩聊一聊团购的事儿了。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尝试找朋友来帮忙，然后一听说是招待南方小青豆，大家都特别热情。最多的时候，我家这客厅里同时容纳了21个人，就恨不得走道都得横着走。而且人多了之后，这流水线也流畅了。就在这么一个40多平米的小客厅里，我们同时组建出了6个工作部门。但即便是在这么高效的工作架构之下，我们的节奏依然非常紧张。那天看直播都有印象吧，我们全程都没工夫说话了，后来就连上厕所都有时间限制了，你就说这强度它有多魔鬼吧。然后除了这些正常的糖葫芦，我还想做几个超长的给大家照相用，但这玩意儿做起来也贼费事，我们需要先用刀一点一点的把这架条削得足够细才能往上穿水果。那老上当局穿的恨不得穿仨就得碎俩，就穿这么一串给我们小脸吃的是蜡黄。然后除了这些2米的糖葫芦，我还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能拍照的自行车。就准备完这些东西，我真是把家底都掏干净了。我当时有种什么感觉呢？
就是我好像在那一刻和哈尔滨文旅共情了。最后盘点了一下，历时4天，我们一共做出来1726串，再多做1串我都容易嘎了。然后发的时候，考虑到几个景点间隔太远，我就弄了个小推车，我把这几个景点串成了一个路线，然后全程推着这小车给大家发。零下20多度的天里，我们走了9个半小时，给我冻得都想嘎肾了。但是看到大家拿到糖葫芦之后那种喜悦，我真特别满足。然后那天还有很多本地人自发来送暖贴和维持秩序，我当时就觉着今年要是从物理温度上来说，可能哈尔滨最冷的一年，但是从情感上来说的话，今年的哈尔滨呢，它实在是暖得发烫啊！来了就是自己人，欢迎你来哈尔滨！妈，整挺想哭。